按当时来算的话，应该是半个多亿，亏了半个多亿吧。按照现在就不止半个亿了，比特币涨了这么多，估计应该有个半个多亿美金了，至少。我叫艾伦，中文名字顾俊成，在13年移民加拿大。移民之前呢，在国内有一家工厂做那个航空运动器材。来了之后呢，我投资了一家比特币矿场，应该是当时加拿大最早的一个比特币矿场。现在呢，我重新建了一个新的加密货币的农场，因为它现在的名字已经改成从矿场转到了农场这个概念。这个农场的名字呢是 Happy Farm。要说创业过程中的一个低谷啊，应该是在03年左右吧。我当时是百度的山东的总代理，当时百度还没有上市。一个机缘巧合吧，因为当时我正在山东济南，正在做互联网这一块，当时做的是一些个人主页啊、一些服务器空间的业务，像周鸿祎的那个网络视明，还有搜狐啊、当时的新浪啊什么，给他们在做代理。突然一个朋友告诉我，就是现在那个百度正在找代理呢，而且他们的那个市场区域总监正在青岛，当时因为非典没法回北京，我当时和我们那个副总，我们就直接找辆车去了青岛，和他一聊一接触，感觉这个东西好，我们说我们做吧，我们就开车把他接回了济南。当时我的公司还在一个小居民区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培训。然后呢，他说那个当时徐阳，他说你们这样做的话还是差一点，因为比较小，你们需要换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办公场地。然后呢，我们一看这个事儿挺好的，我们就直接在3大路附近的有个叫林华大厦，就租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然后呢招了20-30个就是业务员吧，就每天打电话。当时基本上是把山东的一些企业、中小企业基本上都打到了。因为这个事儿呢，做了有半年多吧，但是呢，当时百度可能内部有些问题。他们找到我们说，你们还需要交40万左右的那个一个费用，这相当于保证金嘛，这样我们才能让你正式授权做那个代理。但是呢，当时一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当时有点懵了，因为我前期啊、招聘啊、租赁啊这些钱花的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没有钱再去交这个保证金。后来想想是不是给家里要呢？后来家里当时也不容易，也都挺难的，像我们从底层出来的孩子嘛，但是还不愿放弃这个事儿，毕竟前期投入了嘛。我和副总一商量，我们先把协议签了再说吧。当时来的不是那个第一个这个徐总，就换人了。我当时还问那个，你当时说不用交保证金，就我们把市场做起来了，就让我们做代理，对吧？当时他已经不负责这事儿了嘛，他直接就说我不负责了，没办法。签完之后呢，第二天就是我们送那个栾总回北京。我那副总去的，我就没去。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钱的问题，怎么弄钱呢？但是感觉他快走的时候，我感觉不行，我打个电话，我给那个副总说，我说你给栾总说我们不做了，把那个和签的协议拿回来吧，这就放弃了。当时钱也花光了。我打完这个电话，然后呢，我就自己跑到那个我们那个林华大厦的楼顶，在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窗户那里，看着外面。当然也没有那个轻生的意思啊，就是自己叹气嘛，在那里，我完了嘛，就是前期赚的钱都赔光了，没办法了。怎么办呢？我算算自己，我掰着手指头数，我会啥呢？对吧？我当时因为我的学历也不高，当时是民政部的一个部属中专，学的是管理，我去打工的话，感觉没人要我，当时是很感慨，当时心里也是特别压力特别大，因为当时孩子也不大嘛。那段时间应该是我最沮丧的时候吧，应该是，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这个人韧性还比较好。如果事业不好，我往下可以自己自降身段吧，干一些大家都看不上眼的事情没问题。因为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因为家里当时经济条件不好，我还曾经去收过废书本，去卖过那个废品。没说面子不面子的，我觉得只要能赚钱，对吧？能解决了你现在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当时中国正在比较风靡，成功学陈安之嘛。当时我从广东找朋友搞了一些陈安之的那个讲课的光盘，我把他好多的几百张光盘压到一张电脑光盘里面去，在网上搞了一个网站叫成功100。当时做了一段时间这个东西，说实话，当时没有版权意识嘛。但是，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职业吧。但是解决了我当时的温饱问题，一个月当时收入小1万了，当时一个月，当时还感觉不错。
但是也不是长久之计嘛。又一个机缘巧合把我带入了我后面从事的一个行业。我给家里去装那个有线电视，结果那个有线电视台就跟我说，他说你得先把之前的拖欠的那几年的那个电视费给交了，就房东的电视费给交了。不同意，没办法，和房东也没商量，也没有什么结果。我说干脆算了吧。我当时知道有那种大锅盖啊，才100-200块钱就搞定了。我当时直接就背了一个大锅盖回家了，研究了有2天时间吧，把这个信号调出来了。那个高清画面一出来之后，特别兴奋，就太棒了感觉。后来这个是突然一想，我自己有这种需求，可能别人也有这种需求，所以说我当时就做了一个网站，另外利用百度的也搜索的经验，把这个网站上线了。突然发现好多的客户都过来了。后来和上海一个客户一聊天才知道，就是感觉有点浪费了，你应该来上海。他说你那一套设备卖给我们几百块钱，我们上海的话都卖到4-5千块钱一台，就那哥们儿挺好的。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就他跟我说，他说你来吧，他给我发了很多当地的发的广告什么的。我感觉行，我就干脆不行就下定决心去吧。买了一个2手的面包车，到上海之后也是等于把我彻底从这个第一次创业失败的低谷中拉出来了。因为到了上海之后，我的第一个客户是美国领事馆。因为这也是基于之前的一些积累。其实你就是人生这个路啊，就是你每一步都算数的。美国领事馆当时他那老板，刚从香港调来换老板，就是香港的老板调到上海去当老板，就是美国领事馆的，我们叫老板。他带了一套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一套卫星系统，收电视用的，要收他们自己的节目嘛，要看电视嘛。他找了好多人调不出来，他看到我在网上看得感觉我很专业嘛，让我去，他说你来一趟吧，我们老板有个那个设备想看一下，但是现在没调出来，找了好多人搞不定，你们能搞定吗？当时也是心里没谱，一听海军陆战队的嘛，太高大上了，对我来说，我就说试一下吧。去了之后，我看了看那个东西，我感觉问题不大。我说没问题，我说你给我3天时间。他说好吧，他说你带走吧，带走之后调好跟我们说。我当时就拿回去了。但是呢，那个东西说实话，当时在国内卫星电视还不是，特别在上海还不是被允许的。我不可能再找个那个空旷的大家能看到的场地就测试吧。怎么办呢？咬牙，我当时马上租了一个郊区的别墅，在自己那个小院里，不到几个小时吧，就把它搞定了。因为我从网上查了很多参数，因为当时可能给他搞的很多人都是他们不大会上网搜一些技术参数，我呢当时会搜嘛，会用那个搜索引擎嘛，搞了一些参数，就把他那个信号跳出来了。当时感觉很兴奋，马上给他说我们搞定了，然后就给他安装了。安装完之后呢，那个他们老板很满意。陆续给我们介绍了好多客户，包括当时孙中山的孙女，也是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当时涉外的一些，比较高层的一些，他们需要有这种授时需求的人，等于这个事儿呢，就等于我在上海就能基本上站住脚了，在这个行业，所以说那几年就感觉从一个低谷突然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突然就翻了身。我当时公司里有个外贸员，聊天的时候啊，她说她老公在家里这个正在挖矿。我呢很好奇，因为我在国内也有投资传统的矿产嘛，我就问他，我说你老公在家挖什么矿呢？我说你跟你老公说让我去看看吧呢。当时进了他家之后，一看了他那个书房里摆了好多的那个电脑机器，就在那里运行当时特定程序。后来知道这是比特币的挖矿程序，自己研究了一下，搜索了很多相关的知识，我感觉这个东西挺靠谱的。那个时候呢，就准备在国内，做一个比特币矿场。但是我当时已经在申请移民了。正好我一个好朋友在现在的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巧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们那边那个电怎么样？电费怎么样？他一说价格，我一看，哦，比国内便宜多了。我说干脆别在国内搞了，我就干脆到加拿大去做吧。就13年在温尼伯，等于算是我正式进入这个行业。在区块链行业中，也不光是这个行业，应该是在我的这个人生中比较具有教育意义的一件事情。17年、18年在投资了一个国内的一个项目幸运链，这个项目创始人，我觉得现在也这么认为。虽然他坑了我啊，他对中国区块链的整个的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做出了一定事情的。因为当时2014年的中国首届比特币峰会
是他组织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在温尼伯挖比特币嘛。这个时候我听到国内有这个消息，我就回去了，我也认识了他，也接触了当时就包括现在国内很多牛逼的那个大咖。后来所以说我投了他的项目，因为他本身他的履历还是比较光鲜的，所以说他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对他是非常信任的。而且他做的项目有一点，他是要做区块链领域的第一个搜索引擎。因为刚才谈到我以前做过百度，对百度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滑铁卢。一听说这个事儿呢，我还是又把我当年的这个情怀给激发出来了，就答应了。当时给他投了500个以太坊。投完之后呢，如果币圈也有天使投资的话，第一个天使投资人，包括他自己，后来说，他说我是他的第一大股东。我投资完之后呢，他们那个项目呢发展的还算顺利吧。他们主网上线发布会是在硅谷，当时他们邀请我去了之后呢，他让他的手下跟我聊，说他们要做市值管理，希望我一块参与他们的基金。他们说知道我有很多比特币，我当时没问题，我说既然我投资的项目，对吧？我本身平时也没有给人家感觉带来，除了投钱之外，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既然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以，我再投资一些吧。后续因为这个事儿呢，我还专门回国。我想当时，我不能光出钱嘛。既然这个项目我是有情怀的，所以说我18年4月份开始我就回国，帮他协调一些资源，包括做社群啊什么的，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后来突然有一次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本来你要做一个长期的事，你不能去在群里去喊单，对吧？去喊单，我们买啊什么，我们这个币要涨到多少钱啊？突然有一天，他们很心腹一个员工，在群里开始喊单了，说我们新币一个涨到1000啊，涨到多少钱？然后呢，私下给我说，我们要拉盘了，你帮忙抬抬轿子吧。当时其实刚跟我说的时候，我以为是他们授权的呢。说实话，咱有点私心嘛，毕竟当时也想赚钱，也信任他们。基于信任呢，他这样说我也没有什么怀疑。就当时把新闻币放在他们基金会之外，当时他让我去拉盘什么的，就是我们要拉盘了，我就当时投了好多，当时信任的。后来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就直接这个事儿我虽然做了，但是呢，我感觉有问题了吧，我就把这个创始人单独叫出来，在北京，在一个咖啡馆里。就和聊，我说你不能做这个事儿，我说咱们既然是长期做的话，不能让大家忽悠大家去拉盘，是吧？我当时还傻逼乎乎的，买了本书叫《资本运作》，还给他看，我说你要了解一下资本运作的一个过程。当时我这个表情我现在还记得，有点很冷的笑了一下，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以后再也不要和我提拉盘的事了。我当时有点懵，但是当时没反应过来，还觉得可能有些信息还不想跟我说，没法告诉我，我还抱着理解的态度。到了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跟我说，我们基金不做了，你可以把你的币拿走了。我这个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出问题了，就发现他们在当时做路演的时候已经陆续抛了好多币，就是从那时候那个币就一直价格往下跌，就再也没有起来。后来他们内部的一个员工跟我说，就是他们这个服务器啊，就那么2-3台，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印好多的币出来去市场去卖。这时候我就发现上当了。整体的话，按当时来算的话，应该是半个多亿，亏了半个多亿吧。按照现在就不止半个亿了，比特币涨了这么多，估计应该有个半个多亿美金了，至少。去年当时我跟着他们还投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安全项目，叫 Shatic， 美国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当时他们拿着币不给我，我就去找他，我说你星云你骗我了无所谓，对吧？过去了，我也认了。但是你这个币我投资的币你应该是给我的，你不能不讲道理嘛。当时他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对我触动很大。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道理，他说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他说你的道理对你来说是正确的，但对我来说不一定正确的。我当时感觉有点懵，你知道吧？就是一个比我年轻10多岁的人给我说出这句话来，我突然感觉我自己道行太浅了，我就说了一句受教了。现在呢，就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因为比特币啊，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高耗能，占用了好多的电力。它一年的开采比特币所耗的电量，超过了一些小的国家。这个问题呢，被很多国家开始提出来了，包括欧洲的挪威、瑞典都向欧盟提出了一个限制
POW 模式，就是比特币目前采用的这个挖矿模式的一个这种机制吧，限制 POW 模式的挖矿。但是呢，随着技术发展呢，有些人他们在比特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就像我现在这个做的这个起亚的加密矿场。起亚本身这个项目本身呢，它把这个挖矿的概念又给升级了。因为它的过程呢，它是模拟了农业的一个过程。它现在不叫矿场，叫农场。起亚币的产生过程呢，也不叫挖矿了，就叫耕地和收割。它这一点呢，也反映在就是起亚本身的那个钱包里。在起亚钱包里面，它有农田、耕地、有耕作，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它有一个叫农村合作社的概念。它和矿场的区别就是节能环保，它的耗能就相当于普通的电脑。如果是你规模比较大的话，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些RDC 的一些数据中心。它是这种一个模式，而且它呢就主张是利用一些相对来说被淘汰的旧的电子产品来做这个农业的耕作。这样的话，对于电子垃圾的一些再利用上也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它不像比特币矿机，比特币矿机呢，它是3到5年更新一次吧，淘汰一批，它那些机器，淘汰之后就没用了，完全的是电子垃圾。但是起亚本身，它本身是利用这些电子垃圾，而且呢，它真正淘汰之后，它还能去用来做别的一些计算机设施的一些服务。这个农场现在我们目前的规模是100P，第一个首期的一个示范农场。目前应该是加拿大最大的吧，应该。如果这个运作比较成功的话，我们可能再推出更大的一个矿场。我的爱好比较，怎么说呢，叫广而不精吧。爱好非常多。我喜欢的，你看像太极拳，画画。如果电影也算的话，也算一个吧。在国内也学过专门的划皮划艇，滑雪也行，也会滑。钓鱼。对啊，最近这几年又喜欢钓鱼，特别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海钓什么的都比较方便嘛。太极拳算我比较重要的一个爱好。因为我在国内学太极拳的时候，我也比较认真的去学。我当时是去广西，拜了一个老师，叫陈雄老师。他是林默根的学生。